大师播，今天我们来开箱并试玩一款1977年，没错，47年前诞生的家用游戏主机，也是世界上首款可以通过卡带来更换游戏的里程碑般的产品——雅达利2600。像大家所熟知的 Space Invader 就是俗称小蜜蜂。大金刚、Breakout 打砖块、Pac-Man 吃豆人等等经典街机游戏都曾被移植于这个主机平台。我知道很多观众朋友，包括我那个时候都还没有出生，所以呢，在开箱前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这款机器。我们将时间回到1977年，雅达利2600正式发布。这款主机最初是被命名为 Atari VCS， 全称 Video Computer System， 中文就是视频计算机系统。直到1982年呢，才更名为我们现在所熟知的雅达利2600。它的出现让玩家首次可以通过更换可编程的游戏卡带来体验不同的游戏内容。在此之前呢，市面上所有的家用主机，比如说1972年世界上首款家用主机 Magnavox Odyssey， 虽然也有类似更换卡带的功能，但是它的卡带呢本身并没有任何游戏内容，而是更像一个物理的开关系统来触发同一个游戏的不同逻辑。所以本质上呢又是主机自带游戏，不像这款2600是在卡带中真正的包含了游戏代码，是家用游戏主机历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而雅达利呢也向第三方开放了一个雅达利2600的可编程游戏开发平台，这也就催生出了当时的一种新兴行业，独立于硬件厂商的第三方游戏开发商。其中呢就有我们现在非常熟悉的诞生于1979年的使命召唤系列开发商 Activision 动视。没错在雅达利2600诞生之前，世界上是没有纯制作游戏软件的公司类别的。那个时候呢都是硬件公司自己生产游戏，并且内置在主机中捆绑销售的，所有游戏都是第一方。而随着第三方游戏开发商的诞生，以雅达利它铺天盖地的广告与市场推广策略，不仅游戏呢进入了大众家庭，想当年这款主机在1977年发售，到1992年停产期间，一共售出了超过3000万台。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当时这款机器的售价是189.95美元，相当于现在大概960美元的购买力。也就是说在接近1000刀的售价下，在近半个世纪以前，它都要比 Xbox Series XS 现在的销量还高。那么市场上呢，也随之逐渐建立起了游戏的评分与分类标准。可以说这款游戏主机为后来游戏行业的规范发展铺平了道路。雅达利当年有多牛逼呢？这么说吧，世界霸主任天堂都给这款2600移植了2款游戏。其中呢，我手中的这部1982年的大金刚，更是马里奥在家用游戏主机中的初次亮相。没想到吧，就是比任天堂自家的红白机 FC 还要早1年。那么随着这一款跨时代产品的诞生，当然雅达利就开启了自己最初也是最后的辉煌时刻。甚至可以说83年游戏界的大崩溃在很大程度上都与雅达利有着直接关系。由于更换卡带呢属于一个在当时非常新的东西，雅达利本身也没有太多的经验，于是呢急于求成推出了大量的游戏来保持市场份额，但是相对的并没有对游戏的品质有一个很好的把控。于是市面上诞生了大量的烂作，比如臭名昭著的制作周期长达5周，没错，5期35天的E.T. 外星人。这款游戏呢我也是收集了一份一会儿我们也会咱一起试玩一下，看看它到底是有多烂。也是呢由于当时并没有像现在互联网这么方便的传播方式，所以很多玩家呢也很难去快速分辨游戏的好坏，就导致消费者对于游戏主机的信任达到了冰点。而最终在1983年爆发，几乎是摧毁了当时的北美游戏市场。而雅达利呢则成为了这场危机的代名词。可以说雅达利是以一己之力将家用游戏主机推入了大众家庭，成为了主流的娱乐方式之一，又以一己之力摧毁了这个市场。直到1985年呢，世界霸主任天堂的 FC 美版 NES Nintendo Entertainment System 进入美国时才算是重新燃起了北美玩家的热情，并开启了游戏行业的新篇章。雅达利公司呢也在1984年分裂成了2个部分，其中负责游戏主机的雅达利消费产品部更是直接被卖给了 Jack Tramiel， 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 Commodore 系列的创始人。而雅达利的母公司华纳通信则只保留了负责街机游戏的街机游戏部，并更名为 Atari Games 雅达利游戏，并最终呢被历史的洪流淹没。当然雅达利后续也在不同的年份尝试复兴自己的游戏主机，但是在任天堂、索尼、微软3个巨头三足鼎立的今天，始终是未能重返巅峰以后估计也悬了。好了，那么介绍完了这款主机呢，我不知道大家至少我的心中突然对这款主机这个燃出了一些敬意它也算是亲历了上世纪70、80年代游戏业辉煌与低谷的前辈了。那么我们现在
在正式开始开箱。我们先来看包装，从这个外观上，大家其实可以看出，它其实并不是77年那个最早的版本，而是在1986年推出的一个性价比版本。虽然官方命名依旧是 Atari 2600，但是呢，一般会被称为2600 Junior。之前咱提到了这个原版的售价是189.95美元，而这款性价比版呢，在保留了原版性能的同时啊，将价格砍到了49.95美元。我这台包装上大家可以看到，价格标签它还在这儿呢。然后我们刚才好像也没有提到过这款主机的一个大概配置啊，就这款2600呢，它的 CPU 采用了 MOS Technology 6507，主频呢足足达到了1.19兆赫兹，内存为128字节，没错啊，单位是字节，分辨率是160×192，并且每行支持2到4种颜色。行，我们把它打开看一看啊，一打开啊就可以看到一个连环画，就是这个主机的说明书吧，这讲了它如何去连接电视以及它的摇杆啊，这些就不用看了。作为一个专业的开箱博主啊，不需要。好，这还有一个，这个是保修卡，我们还可以注册我们的这款机器啊，30-40年前的保修卡，现在估计也没什么用了。然后我们看一下主机本身，减价版的这个我去，不是吧？我这款机器啊，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膜还没有撕掉，说这是一款基本是全新的机器了。我去，我们看它的主机外观啊，这款2600086年版呢，它是采用了一个这种类似彩虹的设计啊，所以也有人叫它2600的彩虹版。这个是开关键，然后这可以选择你的电视的类型啊，你是彩色还是黑白啊？从这可以调节 Select 跟 Reset 啊，现在游戏都非常的通用了。这就是我们的卡带插口，上面呢还有一些不同的接口，这两个是接摇杆的，然后中间是接电源，这个是接电视啊。然后我们看一下背面，背面其实没啥东西啊，它主要就是一些散热孔以及这个产品的序列号。接下来看看摇杆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它里面其实带了2个手柄啊，但是我们看包装，它其实只有一个，所以我估计啊，就是这一款是它的原装手柄，然后另一个呢是机器原来的主人啊，它另配的。我们看手感，这个手感真的非常的烂，怎么说呢？我们来看它的这个摇杆的行程，没错，就这么点儿啊，它不像现在的摇杆，你可以打到底啊，它是真的非常硬，而且行程很短啊，这用起来其实很难受。这个塑料按键啊，手感也很差，大家听下这个声音。然后另一个这个不知道是第三方还是第一方的这个新版手柄啊，就明显这个红色按键按起来的时候更好，而且能听到一个清脆的弹起声啊，但是这个上下左右依旧啊，这是又硬行程又短，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其他的配件方面啊，这是用来连接电视的，属于一个连接线吧。大家知道吗？这2个口实际上是接在当时电视的这个天线位置的。然后我们现在电视呢，当然是没有这个口了，所以一会儿我们会用到一个转接器啊，就是这个转接器呢，它是可以把 RCA 的接口转化成老式电视的那个信号接口啊，它是一个 RCA 到 F Type 的接口。我们一会儿直接用这根线就可以连接了。我们把它插入这个转接器。用过 CRT 电视的朋友可能接触过，就是你的电视后面它会有一个天线的接口，这个就是那个天线的 F Type 接口。最后就是这个电源了。那个年代啊，这个主频1.多兆赫兹能有多大功耗？9瓦的电源啊，就是说这整机功耗都不超过9瓦，太省电了，实在是。机器内啊，应该就只有这些东西了。行，那么既然是玩复古游戏机啊，我们自然是要拿一款大屁股啊 CRT 电视了，是吧？啊，这个电视。我记得有20多公斤，我去！行，我们一会儿就拿这台电视来玩啊！我先做一下准备工作，我们一会儿见。A few moments later. 我去，竟然真的可以玩啊！说真的，在真正开机之前，我还是有一点忐忑的，因为毕竟是一款30-40年前的机器了，心中还是会想，万一它是台坏的开不了机，我的视频该怎么继续啊？但是还好，它保存的非常完好，现在画面质量啊，就是连一点噪点我都没有看到啊，这个非常的完美啊！我们先看一下任天堂的大金刚吧。这款游戏呢，最早其实是在1981年啊，在街机上首先推出的。当时呢，游戏的设计师啊，就是著名的马里奥之父宫本茂。马里奥呢，也是在这款游戏中是第一次亮相啊。当时他还不叫马里奥，就叫张普曼啊，这个主角，因为他只会跳嘛，张普曼是吧？之后呢，在1982年，由任天堂啊授权了一个叫做 Coleco 的公司，将它移植到了很多平台，其中就包括雅达利的2600。这里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啊 ，Coleco 它当时也是有自己的主机的，叫做 Coleco Vision，所以呢，
就据传说啊，就是他们在给雅达利移植的时候，故意降低了游戏的质量，就导致整体的画面呢以及优化没有他们自己的平台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最上面这个大金刚啊，它就是一坨棕色的不可名状的一个东西，大家千万不要找自己的竞争对手给自己干活。哎，这是个啥？哦，可以拿锤子啊！行，把它打上。哎，我们上来。哎，我咋上不去？这啊 ？OK， 可以，来。然后我爬上梯子应该就过关了吧？就是真的，它这个摇杆的手感真的非常的烂啊，它完全没有任何的行程。我们来第二关也进行一下呗。哎，怎么死机了？不能动了啊！我看看能不能 reset 一下，还有一个 reset。哎，好了，哎 ，reset 完能不能回第一关了？行吧，那我们的马里奥就先玩到这儿吧。啊，我们来看一看另一款叫做《鸵鸟骑士》的。这个《鸵鸟骑士》呢，最早也是一款街机游戏，是在1983年啊移植到雅达利2600上的。它的类型呢是一款支持双人合作的平台动作游戏啊。我其实记得在那个电影啊《逃跑玩家》中，其实看到了鸵鸟骑士的出镜啊，所以也算是40年前的一款经典之作吧。这个玩法，哎，我去！有后期我们玩各种马里奥的那种狡猾的这个手感，你看哦，所以我只要不往回按，它就不会停下，然后我往回按一下，它也不会停，只会减慢速度，再往回一下才会完全停下。哦，这好难哦，我还可以飞。然后我现在是要干嘛呢？问题是，这个游戏其实可以双人合作的，就是说我们是有2个手柄嘛，就是我如果能找到另一个人。我们是可以一起来游玩的啊，这才应该得 TGA 的最佳家庭游戏是吧？可以2个人玩，哎，非常高级。30多年前啊，它的这种平台动作游戏其实跟后来的已经很接近了，就是在机制上都是需要踩到对方才可以打败敌人，直接撞上是会直接死的。然后我还得再把他打死了之后的这片云吃掉，才算加分。OK， 现在我有5100分了。行，我们鸵鸟骑士也看到这里吧。接下来我们看另一款啊，叫做 Enduro 啊 ，Enduro，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名字，感觉是这么读啊。它也很厉害啊，是1983年发售的一款第3人称的赛车竞速游戏啊。虽然画面比较简单，但它既然是一个伪3D 的效果啊，而且呢，在80年代啊就已经实现了动态的天气，比如说我们会遇到这种积雪或者冰冻的道路啊，而且呢还会有白天夜晚这样子不同时间的交替。根据我查的资料啊，它也是当年最受欢迎的赛车游戏之一。而且你看左下角啊，它显示之间是 Activision 动视发行的，这应该是我们这个车枪球类游戏的鼻祖之一了。这个游戏的目标呢，就是我们需要不停的超越车辆啊，屏幕下方啊有一个数字，这个现在正在减少，从175、174这样的，它就是我们还需要超过的赛车的数量啊。只有在1天内超过了这个数量的赛车，我们才可以进入下一关。当我们碰到道路或者其他车的时候，它其实不会让汽车爆炸什么的，它只是会减速而已。哎，所以它的碰撞惩罚其实不是特别的高。现在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这种雪天了，雪天路面啊。现在看到已经是到傍晚了，明显跟刚才的时间不一样。我怎么感觉车越来越快了？哇，现在这个场景有没有一种赛博朋克的感觉？赛博朋克2077嘛，这个是1977是吧？我们还需要超越68辆，已经到晚上了。哎，到晚上我们已经看不到车了，只能看到车灯啊。这游戏其实还有点细节啊。哇，现在更黑了。我只能看到半个屏幕的尾灯啊，远一点都看到，这有点难。我去，我们这一天快到了，我们加油，看能不能还差几辆。加油！哎，成功，过了第1关了啊！现在是第2关，画面还可以啊，以当时的眼光来看。行，再碰一次我们就换下一个游戏。加油，我可以的。蛇形座位。OK。感觉我们的车其实长得像小蜘蛛一样的，有没有觉得？哎，我好厉害呀！我去，我们这
一次超了至少100辆了吧？哎，那么下一个呢，我们就来看看这个烂到历史留名的一期外星人。这个第一期外星人呢，当年是为了蹭斯皮尔伯格同名电影的热度啊，游戏的开发仅有5周啊，35天，而且雅达利呢似乎还对游戏的质量没啥数啊，就夸生产了400万份卡带啊，觉得这个肯定能大卖。然后不仅呢，他最后只卖出了150万份啊，还收到了大量的退货，因为游戏质量实在是太差了啊，直接就导致了雅达利呢进入了财务的困境。后来更是有这个传播了数十年的这个埋藏事件这种都市传说啊，据说啊是雅达利因为实在是卖不出去卡带了，放着呢它又占库存，哎，增加仓储费用，于是干脆把一部分剩余的卡带啊，大概是有70多万份。全部埋起来了。后来这个传说呢，也是越传越邪乎啊，就是都有说法是埋了几百万张。直到是2014年啊，考古学家在美国的新墨西哥州的一个垃圾填埋场挖出了大量的ET卡带，终于算是证实了这一传说，也算是游戏界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吧。不是，这游戏是在干嘛呀？我去，我怎么下来了？就是我掉到坑里以后啊，我需要按这个红色的按钮，它的脖子会伸长，伸长之后我就可以上下走了。就是我脖子短的时候我可以左右走，然后脖子长的时候可以上下走。哎，我是被抓走了吗？我被抓走就从头开始了。哎，不是，他怎么这么快？这真的是烂到令人发指啊！我还需要跑。就我感觉我玩的有点莫名其妙，说真的。他又来，那我再掉下来，然后我再上去。哎，不是，这游戏玩的我一愣一愣的。这个洞去过了，我再去这个洞。哎，我找到一个 S， 好像说是我得收集齐一定的东西，然后ET才能回家。那我就是得不停的在躲避那个猎人的同时啊。到不同的坑，真的活该这个游戏卖不出去。我现在应该怎么走才能？我怎么走才能不掉下去？你逗我了吧？我去，这什么？不生气，不生气。我又找到一个。哎，行吧，不玩了，什么烂东西！OK， 那么我们就差不多到这里吧。不管怎么说呢，虽然是30-40年前的游戏啊，但是我还是在其中找到很多乐趣的。就是不管时代再怎么发展啊，在游戏中得到的乐趣它都是相通的，除了最后一款《ET外星人》。OK， 那么如果大家想看到更多关于复古主机或者是各种数码产品的评测开箱啊，不妨关注我的频道。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